好，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到的是關稅現在成為川普的刀，但是能源是餌哦。川普現在逼印度要斷了跟俄羅斯進口石油，那麼他的戰略能不能成功？因為現在看起來中國大陸聯合了俄羅斯、印度一起團結抗美。等一下，一起的來做關心。好，川普這一次在他的出招下，美國跟印度好不容易達成在貿易上面的一些協議，印度的商品輸美關稅正式的從25%降到18%。但是這一場貿易其實背後，川普更看重的是石油，他希望能夠重新來畫一個全球的政治版圖。所以呢，他跟印度達成了一些條件。那印度要付出什麼代價呢？現在川普跟莫迪說，你要把你的市場給全部開放起來。讓我們美国商品到你們那邊的關稅啊，直接降到0之外，川普跟印度提出的第二個要求就是說，你現在呢，完全的要來跟这個委內瑞拉買石油，不要再跟俄羅斯買石油了。我們也會移除你向俄羅斯購買石油這個25%的關稅。這位是旅美的教授，歐女中教授是這樣說的：美國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，可以看得出來，在美國跟印度的交易上面是沒有道德限制，操作是沒有上限的。那麼印度呢，莫迪怎麼來做應對？除了說他特別提到這個關稅有降到18%之外，印度莫迪在 X 上面其實是完全沒有提到任何的其他的有關於跟美國的貿易協議的，反而他這邊提到的是說，正式的我們跟歐洲國家達成了 FTA 了，自由貿易協定，談了這麼久，終於談成功了。這個貿易一旦開始實施，涵蓋的人口數達到20億人口，佔全球 GDP 的25%。對於莫迪來說，他認為這是一項勝利。除了跟歐盟達成更多在經濟上面的協議，他也打算接下來會改善跟中國的關係，鬆動對中國的投資禁令，那中國也就會重返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的夥伴。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來看看這個美印石油的羅生門，川普的目的是要印度去孤立俄羅斯嗎？還是川普其實更怕印度現在轉向投向歐盟的懷抱，或者是投向中國的懷抱？上志哥怎麼看？首先，這很難想象哦，印度跟美國的這個衝突已經超過100天以上哦。這在過去活躍於國際外交跟經貿政治場合的印度，特別是莫迪這個老仙哈、老神港來說，真的很難想象。但是終究還是現在川普看起來還是放軟了。但是川普所宣布的這件事情，並不是雙方關稅談的結果，而是川普直接又丟出了一個新降價的價錢。這裡頭其實我們可以看到，就剛剛思敏所提到的，莫迪回應了。但是他只證明了說沒有說關稅降了，但他沒有說好，沒有說不好，沒有說其他東西有什麼條件，就表示說這個不是 final deal。要知道，美國跟印度這個衝突，其實就是在先前大家有心結的情形之下，川普可以說是順勢針對於要制裁俄羅斯，針對於烏克蘭戰爭始終沒有辦法突破，從這個點上，然後把印度卡進去。印度有點像是就是穿越馬路當中不幸被碾壓的這個過程哦，所以也不能說衰，但是我們知道印度就是這樣，他向來就是看風向的。印度人是所有當中，我不能說最聰明，但是真的是最賊或最狡猾的，所以可以看得出來，目前全世界，特別是在達沃斯論壇之後，可以看到歐美所有的國家感受到川普的霸氣，這種絕對的強權，大家另尋新的這種突破之道。這當中最關鍵的，就跟相對來說比較信賴、知道可以長期穩定建立的關係的中國再重新探索。前兩天，其實施凱爾英國首相就講說，中國大陸是一條很大的大象，你摸象腿或摸這個身體上牆壁，把這個古老預言的描述表示說。那麼多國家跟中國那麼多往來，都還在瞎子摸象，那就更不要說是印度。所以我認為印度現在看好吧，跟川普當然終究美印的關係一定會化解，它都是起起伏伏的嘛，不可能永遠敵人。但是看到現在所有歐美國家都開始跟往中國去，而事實上早先。印度跟中國跟歐美國家比起來，可是其實關係又久又深，又愛就相愛相殺了哈，所以不可能是甘冒着大家都搶進跟中國買的東西都買完了之後，跟印度沒有什麼交易，所以看起來印度得罪了美國，現在要對中國當中也要趕快趕上大國的潮流了。
好，所以莫迪他是很靈活的哦，達到一個戰略平衡，在中國大陸跟美國之間。那現在川普呢，希望莫迪能夠跟委內瑞拉買石油。另外，川普還希望跟委內瑞拉買石油的，就是他提了，希望中國啊，你也能夠來跟委內瑞拉買石油，來做一筆大交易。但是中國會買單嗎？艦長怎麼看？因為目前哦，這個紹伊古跟王毅正在北京會面，雙方中俄之間已經說好了，大家未來會有更多更密切的一個交流。川普到底有沒有本事在中俄之間來見縫插針？艦長怎麼看？中美哦對這個石油哦，他們基本的看，我就這樣說，這個習近平跟川普看這個石油最大的差異在這裡。習近平呢就把它當做一個生意，這就是一個生意，好吧？全世界的生意我們都要相互做生意嘛，你賣我買，這就是一個生意經濟活動。川普呢，把它全部當做一個籌碼，就是我抓到這個東西，我能夠威脅你什麼，我能夠威脅他什麼，我能逼你做什麼。你看中國絕對完全沒有做這個事情，所以你知道他現在中國對委內瑞拉石油，第一個委內瑞拉石油不是很好的，大家應該已經知道了。第二個，委內瑞拉距離中國多遙遠，知不知道？哪裡最近？好比說俄羅斯很近，中東很近，中亞很近，像波斯灣那裡都比較近。最遙遠的地方就是委內瑞拉，油脂又沒那麼好，所以中國也沒有去斷，因為做生意你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哦。整個中國你去看，它是給它分開來的，委内瑞拉只有佔幾%而已，是很小的。會不會因為川普說這東西我就特別買了？不太可能，它就是一個生意而已。商人覺得你便宜，覺得進價可以，我就會向你買，就這麼簡單而已。不要把它當做一個戰略的這個手段。第二個呢，這個想要在中俄之間見縫插針是很困難的事情。為什麼？中俄非常要好，對不對？不是因為感情，是因為他們的安全。因為他們現在安全都要面對美國，所以你知道，就是我們兩個為了安全，哇，我把你丟掉，我可能會危險；你把我丟掉，你可能會危險。不是因為我們有什麼感情特別好，中俄的歷史感情一直都不好。但是這個東西就是因為被美國逼的，雙方的因為安全把它綁在一起，這個安全的東西你如何見縫插針呢？非常困難的，這是第二個。然後至於你說這個川建國，真的是我覺得是中國的戰略機運，他採取的手段越強越硬哦。小國會屈服，台灣就屈服了，因為我沒有辦法對抗。可是大國哪那麼好屈服啊？中俄都是大國，只要他能夠結合大國的，他也不會屈服。所以你去看看全世界，現在大國幾乎不屈服，小國一個一個在屈服。尤其我們台灣，因為我們的安全完全仰賴美國，那個很重要。美國現在我不要做任何處分你，我只要說所有的軍售武器我不賣給你，台灣怎麼辦？就很危險。所以他只好乖乖聽話。好，那我們也看到說，一方面這個川普希望能夠持續的幫委內瑞拉賣石油，但是其實呢，中國大陸會不會買這個商業交易是一回事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其實大家比較不知道的事情是，其實，在委內瑞拉有非常多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華僑，大約佔比20萬人，90%來自於廣東的恩平哦。那麼也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：恩平人的成年禮是一張飛往委內瑞拉的機票。幹哥怎麼看？哦，對，為什麼？你知道委內瑞拉卡拉卡斯跟另外一個大城現在有多少華人嗎？20萬華人，太多了吧？你以為他們整個城市是好幾百萬？沒有，卡拉卡斯也剛剛到100萬而已，就有20萬的華人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都來自廣東的恩平啊。為什麼恩平人都往你可以華人全世界都有？為什麼在委內瑞拉會有這麼多人？很簡單，那是因為100多年前，也就是大概在1860年左右啊，1860年左右那個時候，不是有很多華工到巴拿馬嗎？到秘魯嗎？也有很多人去委內瑞拉，其實裡面偷渡的成分居多。所以其實到那邊，你知道華人在那邊已經到第5代了。可是最近還有很多年輕人從恩平去，為什麼從恩平去？好，恩平我介紹一下，廣東的恩平，從建安25年就已經有這個縣了。建安25年什麼時候？西元220年，也就是2000年前就有這個縣了。可是這個縣到現在為止，你知道恩平多少人嗎？恩平總共的人口是48萬人，也就是說，在中國的話，那屬於3級以後的城市。那所以說，因為很多人都是耕田，那
到了其實改革開放之後，它的經濟沒有很大的起色，因為它叫做溫泉之都，泡溫泉的，所以它的經濟活動相對沒有那麼的那個活絡。那所以說，他們說以後你長大的話，我就給你一張機票，你就去卡拉卡斯，然後你就那邊。現在20萬那個中國人在委內瑞拉，他們做什麼你知道嗎？他們做的跟一般中國人做的一樣，餐飲，那個製造、供應鏈，或者是開超市。他說，大概去卡拉卡斯3年之後，一個勞工就可以開一家超商了。你在那邊賺的錢就可以開一家超商，你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生活成本很低，然後要求都很低，你馬上就可以開得起超商，然後你就會發現說，在這邊。其實也蠻安定的，也沒有土匪跑來搶你啊。然後呢，雖然查韋斯總統在2013年去世之後，那個馬杜羅上來之後有震盪一段時間，可是最近這幾年其實好了。但是突然有一天一覺醒來，馬杜羅被美軍給抓走了。被抓走以後，他們就開始有點害怕，美國真的要介入了嗎？那我跟你講，美國一定會對我們中國人施以壓力。為什麼？簽證，我現在要看啊。結果美軍沒有真的進來，到底會變什麼樣子？所以這些恩平的華人，他們老實講一句，他們說他們喜歡上了委內瑞拉。他說基本上這個國家沒有馬杜羅的話，還是很可愛的，我們還是很喜歡這個地方的。事實上，這個是有歷史淵源，所以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都市，我們會覺得說，其實華人在全球各地披荊斬棘。